第一课，克服任务过载。你好 Anna， 我能想象你是如何克服任务超载问题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嗨，约翰，这绝对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找到了一些可以帮助我管理工作量的策略。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你实施了哪些策略来应对过载问题？首先，我根据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任务进行了优先排序，它帮助我专注于需要立即关注的事情。优先级排序确实是关键。你有没有使用任何特定的工具或技术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我开始使用待办事项清单和日历来组织我的任务，并为每个任务分配时间。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直观的呈现任务可以使任务更易于管理。绝对可以。它还帮助我确定了任何重叠或冲突的最后期限。提前识别冲突可以更好地进行计划，并防止不必要的压力。你还做了什么？我学会了尽可能委派任务，它为我腾出了一些时间，使我能够专注于关键职责。委派是分配工作量的有效方式。你是如何确保有效授权的？清晰的沟通和信任至关重要。我确保提供明确的说明，并在需要时提供支持。清晰的沟通和信任可以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在委托过程中，你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是的，我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这需要找到适当的平衡，并确保每个人都有必要的资源。找到正确的平衡可能很棘手。你是如何应对出现的任何挫折或障碍的？我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把挫折当作学习的机会。我寻求解决方案，并在需要时调整了我的方法。保持积极的心态对韧性很重要。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有效管理时间的？时间封锁对我来说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为不同的任务分配了特定的时段，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干扰。时间限制有助于优化生产力。你是如何处理意外任务或中断的？我学会了保持灵活性，并相应地调整我的日程安排。我评估了新任务的紧迫性，并做出了必要的修改。面对意外情况时，灵活性至关重要。在超负荷工作期间，你是否寻求过其他人的支持？是的，我联系了同事，并在必要时寻求帮助。团队合作和协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团队合作可以减轻负担，营造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你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来防止将来的任务过载？绝对可以。我开始设定切合实际的期望和界限。我学会了在必要时说不，避免承担过多的责任。设定界限和学会说不，对于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至关重要。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多了，
实施这些策略帮助我变得更有条理和更有效率。听到这真是太棒了！您的经验和见解对于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人来说是宝贵的。我希望如此。重要的是要找到最适合每个人的方法，并根据他们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策略。我完全同意。感谢您分享克服任务超负荷的旅程。第二课，保持眼神交流。嗨，安娜，我想谈谈保持眼神交流的重要性，它可以极大地增强沟通。嗨，约翰，你说的绝对正确。眼神交流显示出注意力，有助于建立联系。这是一种强大的非语言线索，可以传达兴趣和参与度。你如何练习保持眼神交流？在说话或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努力直视对方的眼睛。这是个好方法。保持眼神交流表示尊重并建立信任。你注意到了什么好处？我注意到它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情绪和意图。是的，眼神交流使我们能够评估非语言线索，并了解沟通中的细微差别。有任何挑战吗？有时，保持眼神交流会感到不舒服或令人生畏，尤其是在不熟悉或紧张的情况下。确实如此，要克服这种不适感，需要练习。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设法保持眼神交流？我提醒自己眼神交流的重要性和力量。我会尽量保持专注并参与对话。保持专注和存在感是关键。它向其他人表明你重视他们的话。对初学者有什么建议吗？首先，在休闲对话中与朋友或家人一起练习，渐渐的，你会对它变得更加自在。这是个好主意。通过实践建立信心至关重要。在群组设置中保持眼神交流怎么样？在小组设置中，我会努力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均匀地分配眼神交流，以包括所有人。这是考虑周到的，它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被包容和被重视。有什么文化差异需要注意吗？是的，关于眼神交流的文化规范可能会有所不同。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习俗很重要。绝对可以。适应文化差异体现了开放和尊重。眼神交流如何影响专业设置？在专业环境中，在对话或演示期间保持眼神交流可以增强可信度和权威性。它树立了信心和专业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眼神交流可能很困难吗？由于个人原因或文化背景，有些人可能难以进行眼神交流。重要的是要理解，不要做假设。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和考虑他人的舒适度，在保持眼神交流的同时，如何处理干扰？
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面前的人身上，尽量减少干扰。如果出现干扰，我会认出来并转移注意力。承认分散注意力并重新调整注意力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它表明你重视这次对话。关于保持眼神交流，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请记住，保持眼神交流是一项可以通过练习来培养的技能，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掌握它。说得好，感谢您分享您对沟通中保持眼神交流的重要性的见解。第3课，可持续生活。嗨，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嗨，约翰，是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事情。我认为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绝对可以。我认为考虑我们的行动对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例如，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碳足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提高可持续性的另一种简单方法是减少我们的用水量，缩短淋浴时间并修复任何漏水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你说的对，节约用水至关重要。还值得一提的是回收的重要性。通过正确分类废物，我们可以帮助减少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废物量。当然，回收是我们可以轻松融入日常生活的习惯。此外，选择水瓶和购物袋等可重复使用的物品可以大大减少一次性塑料废物。绝对可以。一次性塑料是我们环境的主要问题。可持续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是支持当地和有机食品。通过购买当地采购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减少碳足迹并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我完全同意。支持当地农民和选择有机食品不仅有益于我们的健康，还有助于减少有害农药的使用并支持可持续的耕作方式。这是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我想要一个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支持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并致力于可持续实践的公司和组织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注意我们购买的产品和支持的公司至关重要。通过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可以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绝对可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变化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关于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并为之承担责任。没错，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的每一个积极步骤都很重要。让我们继续学习和分享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然，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激励其他人加入我们，踏上通往更可持续世界的旅程。第4课，教年幼的孩子。嗨，安娜，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教小孩的经历？嗨，约翰，不，你没有。我很想听听这件事。教育年幼的孩子必须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回报性。绝对是。教育年幼孩子的关键方面之一是保持他们的参与度。
使用互动活动和游戏有助于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使学习变得有趣。这听起来是个好方法，让学习变得愉快，可以培养他们对教育的热爱。你觉得哪种活动最有效？好吧，我经常将音乐和动作融入课程中，唱歌、做舞蹈套路和演奏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玩乐的同时学习。太棒了！音乐和运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并增强他们的运动技能。你还使用什么其他策略？视觉辅助工具也必不可少，使用彩色抽认卡、图片和道具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新概念并提高记忆力。我能看出视觉辅助工具会非常有用，它提供了可视化表达，有助于他们理解。你有什么管理他们行为的技巧吗？绝对可以。建立明确的规则和历程至关重要。设定期望和赞扬积极行为，有助于创造结构化和积极的学习环境。这是有道理的。一致性和积极强化可以鼓励良好的行为，并为学习创造有利的氛围。你如何解决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区分教学很重要，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长处和短处，提供个性化支持，并根据他们的学习风格调整教学方法，有助于他们进步。我同意。根据他们的需求量身定制课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学习潜力。你如何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小组活动和合作项目非常适合发展他们的社交技能，鼓励团队合作、沟通和同理心，有助于他们与他人建立关系并有效的合作。太棒了！学会与他人合作和互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生活技能。你如何评估他们的进展？持续评估至关重要。通过非正式观察、测验和动手活动，我可以评估他们的理解并做出调整，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我明白了。定期评估可帮助您监控他们的进展，并确定需要额外支持的领域。听起来你有一种全面的方法来教小孩。谢谢，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积极而引人入胜的学习环境，同时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教育年幼的孩子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看到他们的成长和热情会带来难以置信的回报。第5课，问题解决。嗨，安娜，你有没有遇到过需要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你好，是的，我有。这可能非常令人沮丧，但是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是有意义的。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绝对可以。最近，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问题，不得不跳出框框思考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这是一段不错的旅程。你呢？我明白。面对问题时，我会尝试分析情况并集思广益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个好方法。了解问题并考虑不同的视角，可以带来突破性的解决方案。你如何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
好吧，我权衡了每个选项的利弊，我考虑了可行性、潜在风险及其对整体局势的影响。这是一种明智的解决方法。评估潜在结果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定。当你不确定最佳解决方案时，你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向该领域的同事或专家寻求建议，获得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并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是个好主意。与他人合作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你如何应对挫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挑战时，我会尽量保持积极和韧性。我从挫折中吸取教训，并把它们当作增长的机会。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态度。保持积极的心态，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对于克服障碍至关重要。如何确保所选解决方案有效？为了确保有效性，我制定了计划并设定了可衡量的目标，定期监控进展，并在此过程中进行调整，有助于实现预期的结果。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制定明确的计划并跟踪进度，可确保所选解决方案走上正轨。你如何反思问题解决过程？约翰，反思对于持续改进很重要。实施解决方案后，我会评估结果并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它可以帮助我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反思这个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听到你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是太有见地了。谢谢。同样，从你的角度，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解决问题是一项可以通过实践和开放心态来磨练的技能。绝对可以。这是一项值得发展的技能，因为它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受益。让我们继续迎接挑战，共同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第6课，健身目标。嗨，安娜，你现在的健身目标是什么？你好，我专注于力量和灵活性。我想改善自己的整体健康状况，感觉更有活力。你呢？太棒了！现在，我的目标是改善我的耐力和心血管健康。我希望能够在不太累的情况下跑更长的距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棒的目标。跑步是增强耐力和改善心血管健康状况的好方法。你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计划从较短的跑步开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距离。我还将结合间歇训练和交叉训练来增强耐力。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逐渐增加强度并在锻炼中融入多样性，可以帮助你稳步进步。你有没有想过任何特定的里程碑？是的，我设定了在6个月内完成半程马拉松的目标。它给了我一些值得努力的地方，也帮助我保持动力。那你呢？有什么里程碑吗？我还没有设定具体的赛事目标，
但我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完整的分组并保持板块2分钟。这些目标具有挑战性，但可以实现，可以提高我的灵活性和核心力量。这些都是不错的目标，灵活性和核心力量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我敢肯定，只要坚持不懈的练习，你就能实现这些目标。你如何保持朝着目标努力的动力？我发现跟踪我的进度很有帮助。记下锻炼日记并庆祝沿途的小里程碑可以让我保持动力。我还喜欢和朋友一起锻炼身体或参加团体健身课程，以增加动力和责任感。这是一个很棒的策略。跟踪进度并建立支持系统，可以在保持动力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你还对健身的哪些其他方面感兴趣？除了力量和灵活性外，我还对改善自己的平衡感兴趣，尝试新的锻炼形式，例如瑜伽或普拉提，它们可以帮助我制定全面的健身计划。太棒了！平衡训练和探索不同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日常锻炼的多样性，并针对不同的肌肉群。继续挑战自己总是件好事。营养怎么样？你有任何特定的饮食目标吗？是的，我的目标是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水果、蔬菜和瘦肉蛋白。我还想多喝水，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量。均衡而有营养的饮食对于支持我的健身目标至关重要。这是个好方法。适当的营养在支持我们的健身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更健康的食物，您将为身体提供发挥最佳状态所需的能量。听到你的健身目标真是令人鼓舞。第7课，打破僵局。嗨，安娜，在结识新朋友时，我通常会通过询问他们的行业或当前的项目来打破僵局。你如何发起对话？你好，这是开始对话的好方法。首先，我经常询问他们在工作之余的爱好或兴趣，它有助于找到共同点并建立联系。你觉得还有什么有帮助的？我也想问他们最喜欢的书或电影，这是发现共同兴趣并进行热烈讨论的简便方法。你如何保持对话畅通？为了保持对话畅通，我会积极倾听并提出后续问题。他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鼓励其他人分享更多。你有什么保持良好流程的技巧吗？绝对可以。我发现分享与该主题相关的个人趣闻或经验很有帮助，它增加了对话的深度，并鼓励对方也敞开心胸来。那你呢？我同意，分享个人故事可以营造更加轻松舒适的氛围，它允许双方在更深层次上建立联系。你曾经遇到过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对话吗？是的，有时可能会有片刻的沉默或难以找到共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尝试提出开放式问题，以鼓励其他人分享更多。你如何处理那些时刻？我通过尝试介绍一个新话题，或询问他们未来的愿望来看待那些时刻。它有助于改变对话并探索不同的兴趣领域。当你想优雅地结束对话时，
你会做什么？当我想结束对话时，我通常会对这次互动表示感谢，并提到认识这个人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建议保持联系或交换联系信息。你呢？这是结束对话的一种礼貌方式。我做了类似的事情，对这次对话表示赞赏，并建议将来有可能再次见面。它为进一步的互动敞开了大门。与人见面后，你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为了记住人们的名字，我会有意识地努力在谈话中重复他们的名字。我还将他们的名字与他们令人难忘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他们的职业或独特的特征。你的方法是什么？我使用类似的方法。重复和联想是有用的技巧。此外，在说再见时，我会尽量使用他们的名字，或者用他们的名字发一条消息。它增强了记忆力。讨论打破僵局的方法很有趣。绝对可以。打破僵局对于建立联系和促进有意义的对话至关重要。通过使用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创造引人入胜的互动，并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让我们继续探索与他人联系的新方式。第8课，简单又美味的烹饪。你好 Anna， 在准备饭菜时，我喜欢做简单的菜肴，比如意大利面或炒菜。你最喜欢的食谱有哪些？你好，我也喜欢做饭。我最喜欢的之一是使用新鲜食材的自制披萨。我也喜欢做美味的咖喱鸡。你制作美味意大利面的秘诀是什么？要想吃好吃的意大利面，我一定要把它煮得有嚼劲，然后把它扔进美味的酱汁里。我还喜欢添加一些新鲜的香草和磨碎的帕尔马干酪，以增加风味。你怎么把披萨皮做得这么好？我用多用途粉和面包粉混合制成耐嚼又脆的外壳。我还让面团膨胀几个小时，以产生更多的味道。你最喜欢的炒菜组合是什么？我喜欢经典的鸡肉和蔬菜炒菜。我用酱油和大蒜腌制鸡肉，然后用五颜六色的甜椒、西兰花和豌豆翻炒。你怎么让咖喱鸡这么好吃？为了制作美味的咖喱鸡，我使用了姜黄、小茴香和香菜等芳香香料的混合物。我还炒洋葱、生姜和大蒜来增加味道的深度。你有什么用新鲜香草做饭的技巧吗？使用新鲜香草时，我喜欢在烹饪快要结束时添加它们，以保持其鲜艳的味道。罗勒非常适合搭配意大利面，而香菜则与炒菜搭配得很好。你如何平衡菜肴的口味？平衡口味很重要。我通常边走边品尝，然后用盐、胡椒粉或少许柠檬汁调整调味料。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甜、咸、酸和辛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你最喜欢的厨房小工具是什么？我喜欢使用我的浸入式搅拌机，它非常适合直接在锅中制作光滑的汤或奶油酱汁。它是一种多功能工具，可以节省时间并简化清理工作。你必备的厨房工具是什么？我的必备厨房工具是一把锋利的厨师刀。它使准备食材的效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精确切割。一把好刀可以让烹饪变得更加愉快。
你如何尝试新食谱？为了尝试新的食谱，我经常在网上或食谱中寻找灵感。我喜欢尝试不同的口味组合，或者在传统食谱中加入自己的风味。你如何处理厨房事故？厨房事故发生在我们最优秀的人身上。当出现问题时，我会尽量保持冷静，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有时，错误会带来美味的惊喜。你最喜欢的舒适食物是什么？我最喜欢的舒适食物是一碗温暖的自制鸡肉面条汤，它具有舒缓和滋养作用，尤其是在较冷的月份。当你想吃点甜点时，你的首选甜点是什么？当我渴望甜食时，我喜欢用细雨蜂蜜和少许肉桂做简单的水果沙拉。这是满足我爱吃甜食的一种清爽又健康的方式。讨论我们最喜欢的食谱很有趣。绝对可以。分享我们对烹饪的热爱和交流小贴士，让烹饪之旅更加愉快。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新的口味和菜肴。第9课，甜蜜的奶油糖霜。嗨安娜，说到烘烤，你有特殊的糖霜食谱吗？我总是做奶油芝士糖霜，它为蛋糕和纸杯蛋糕增添了美味的浓郁感。你好，糖霜是锦上添花。我喜欢做经典的奶油糖霜，它丰富、奶油状且用途广泛。你制作完美的奶油芝士糖霜的秘诀是什么？为了制作完美的奶油芝士糖霜，我一定要使用软化的黄油和奶油芝士。我还会筛选糖粉以避免结块。如何获得光滑蓬松的奶油糖霜？为了获得光滑蓬松的奶油糖霜，我先将黄油打成淡奶油状，然后逐渐加入糖粉。少许牛奶或奶油有助于达到所需的稠度。你最喜欢搭配奶油芝士糖霜的口味是什么？我喜欢将奶油芝士糖霜和胡萝卜蛋糕搭配，浓郁的糖霜和湿润的五香蛋糕的组合简直是不可抗拒的。展示奶油糖霜的首选甜点是什么？我展示奶油糖霜的首选甜点是经典的香草纸杯蛋糕。蓬松的蛋糕和奶油糖霜完美的互为补充。如何为糖霜添加不同的口味？为了给糖霜增添不同的口味，我加入了香草、杏仁或柑橘皮等提取物。我还尝试添加可可粉或融化的巧克力来增添巧克力味。你最喜欢用糖霜装饰蛋糕的方法是什么？我喜欢使用滚边带和不同的小贴士来制作带有磨砂的装饰图案。漩涡、玫瑰花和边框可以为蛋糕增添优雅气息。如何确保糖霜保持原味？为了确保我的糖霜保持原味，我在给蛋糕或纸杯蛋糕加糖霜后将其冷藏一会儿，它有助于磨砂凝固并保持其形状。如何让你的糖霜更加丰富多彩？我用食用色素让我的糖霜更丰富多彩。凝胶或糊状颜色效果最好，因为它们不会改变糖霜的稠度。它可以实现充满活力和引人注目的设计。你最喜欢做磨砂甜点的场合是什么？我喜欢为生日做磨砂甜点，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需要美味且装饰精美的蛋糕。
要获得光滑且外观专业的磨砂效果，你的秘诀是什么？我制作光滑且外观专业的磨砂的秘诀是使用胶印刮刀，它有助于均匀涂抹糖霜并形成抛光表面。你如何储存剩下的磨砂甜点？为了存放剩下的磨砂甜点，我会把它们放在冰箱的密封容器里，它有助于保持蛋糕的新鲜度和糖霜的稠度。你最喜欢直接用勺子享用的糖霜是什么？说到直接从勺子里吃糖霜，我无法抗拒一杯甜美的巧克力甘纳许，它光滑，天鹅绒般柔滑，而且极具放纵感。讨论我们的糖霜偏好真是令人愉快。绝对可以。糖霜为我们的烘焙食品增添了额外的甜味和风味，让我们继续探索不同的糖霜食谱，让我们的甜点保持诱人的美味。第10课，不可抗拒的巧克力慕斯。嗨，安娜，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有万无一失的巧克力慕斯食谱吗？我想做一个每个人都会喜欢的完美作品。你好，巧克力慕斯是一种美味的享受。我有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食谱，你想让我和你分享吗？绝对可以，请分享你万无一失的巧克力慕斯食谱，我等不及要尝试了。好吧，这就是你需要的。首先融化黑巧克力，让它稍微冷却。在另一个碗中，搅打浓奶油直至形成软封，然后将鲜奶油折叠到融化的巧克力中，直至充分混合。最后，将慕斯冷藏几个小时，使其凝固。就是这么简单。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会试一试的。顺便问一下，你有什么秘诀可以在不抓住巧克力的情况下融化巧克力吗？是的，融化巧克力时，重要的是要轻柔的融化。使用微波炉或双锅炉，经常搅拌巧克力以防止其过热。如果有任何水与巧克力接触，可能会导致巧克力卡住并变得块状。谢谢你的提示。融化巧克力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如何在巧克力慕斯中获得完美的质感？为了获得巧克力慕斯的完美质感，将鲜奶油轻轻地折叠到融化的巧克力中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吸收空气，打造轻盈通风的慕斯。这是有道理的。我一定要仔细的折叠鲜奶油以保持慕斯的质地。你对供应巧克力慕斯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巧克力慕斯可以装在单独的玻璃杯或小酒杯中食用。你也可以用鲜奶油、巧克力屑或新鲜浆果来装饰，增添一丝优雅气息。这些都是很好的服务建议，我一定会在上面加点鲜奶油和巧克力屑，这样呈现得很漂亮。食用前我应该将慕斯冷藏多久？最好将慕斯冷藏至少2个小时，这使它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凝固，并允许口味融合在一起。但是，你也可以将其冷藏过夜，以获得更紧致的质地。我会提前计划，然后把慕斯冷藏过夜，这样它就可以完美设置并准备好第2天享受了。我等不及要尝一尝了。
我敢肯定会很好吃。巧克力慕斯一直备受大众欢迎，只要记得品尝每一勺这种丰富而天鹅绒般的美味即可。我绝对会的。感谢您分享万无一失的巧克力慕斯食谱和所有有用的小贴士，我很高兴能制作它并与我的朋友和家人分享。第11课，冒险的野生动物园之梦。嗨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在非洲去野生动物园？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你好，是的，我一直梦想着去野生动物园，有机会在自然栖息地看到野生动物真是太神奇了。你会选择哪个非洲国家进行野生动物园？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我听说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是受欢迎的野生动物园目的地，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那你呢？你想去哪个国家吗？我一直对南非着迷，它独一无二地融合了野生动物、令人惊叹的景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克鲁格国家公园因其丰富的野生动物而成为必游之地。你希望在野生动物园里看到什么动物？我很想看到大象、狮子和长颈鹿，它们是如此了不起的生物。目睹豹子或猎豹的行动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你有没有研究过不同的野生动物园选项？绝对可以，有各种类型的狩猎之旅，包括导游、自驾游，甚至徒步旅行，每个都提供不同级别的冒险体验，让您以独特的方式与大自然建立联系。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园体验对你有吸引力？我认为在导游的带领下探险对我来说是理想的选择。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能够在荒野中航行，并提供有关野生动物的见解，将增强整体体验。你对去野生动物园有任何担忧吗？安全永远是重中之重。在开始野生动物园之前，研究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遵循他们的指导方针至关重要。意识到环境和尊重动物的空间至关重要。那你呢？你有什么顾虑或预防措施吗？我完全同意。除了确保安全措施外，我还会带上合适的衣服、驱虫剂和防晒霜。在狩猎期间，必须为天气和各种因素做好准备。你在野生动物园的梦想时刻是什么？我的梦想时刻是目睹一只母狮和它的幼崽在野外，它一定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景象，提醒人们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那你呢？你想体验什么特定的野生动物体验吗？我很高兴亲眼目睹牛羚和斑马的大迁徙，这是大自然中最壮观的事件之一。成千上万的动物穿越河流和平原寻找更绿色的牧场，我只能想象那令人敬畏的景象。狩猎期间的住宿怎么样？有多种住宿选择，从配备所有便利设施的豪华小屋到提供更身临其境体验的帐篷营地，这取决于你的偏好和预算。你对住宿类型有偏好吗？我认为住在帐篷营地里会增加野生动物园体验的真实性，听着大自然的声音入睡，醒来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非洲景观，将是令人难忘的。我等不及有一天要去野生动物园了。
听起来像是梦想成真。探索广阔的大草原，发现野生动物，沉浸在非洲的荒野中，这是一次冒险，它将创造终生难忘的回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体验到。绝对可以。让我们保持我们的野生动物园梦想，努力将其变为现实。非洲的奇观在等着我们，我对可能性感到兴奋。第12课，高效的列车时刻表。嗨安娜，你有没有注意到火车在高峰时段的运行频率？他们设法保持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令人印象深刻。你好，是的，列车的运行效率令人着迷，尤其是在繁忙时期。这证明了精心规划的交通系统。你的日常通勤依赖火车吗？绝对可以。火车是我工作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很欣赏它们提供的便利和可靠性。令人欣慰的是，在高峰时段，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有没有经历过拥挤的火车？是的，我有。在高峰时段，火车可能会变得非常拥挤，这在繁忙的城市地区很常见。最好相应的规划通勤路线，为拥挤的人群做好准备。你如何让你的火车之旅更愉快？为了让我的火车之旅更愉快，我通常会带一本书或听音乐，这是放松身心和充分利用通勤时间的绝佳方式。你呢？有任何让乘坐火车更愉快的小贴士吗？我发现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带来显著的不同，它们有助于阻挡背景噪音，营造更加宁静的氛围。此外，找到一个舒适的站立或坐下位置可以增强整体体验。你有没有错过火车？是的，由于意外延误或晚点几分钟，我错过了几次火车，这可能令人沮丧，但我已经学会了为不可预见的情况留出更多时间。你呢？有错过火车的经历吗？我接过几次近距离通话，但幸运的是，我还没有错过火车。准时到达总能让人松一口气，避免等待下一次的麻烦。你觉得有什么特别风景优美的火车路线吗？沿着海岸线乘坐火车令人叹为观止，海洋和沿海景观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在通勤途中，这是一种对眼睛的享受。你有最喜欢的火车路线吗？我喜欢穿过乡村的火车路线，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古雅的小城镇，使之成为一次风景如画的旅程。这就像逃离繁华都市生活的风景。您在乘坐火车时遇到过延误吗？是的，延误是火车旅行的一部分。有时会出现技术问题或不可预见的情况会导致中断。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告随时了解情况，并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耐心。您如何及时了解列车时刻表？我通常依赖提供实时列车更新的移动应用程序或网站，它们帮助我更好地计划行程，并随时了解任何延误或变化。对于通勤者来说，这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你有什么有趣的火车故事要分享吗？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同行旅客，他分享了他们的旅行经历和景点推荐。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
使火车之旅更具吸引力。你在火车上有过难忘的遭遇吗？第13课，成功获取客户。安娜你好，我听说你要创办一家新企业，祝你结交新客户好运。有什么吸引他们的策略吗？绝对可以。除了促销活动外，通过社交媒体营销建立强大的在线形象，并与潜在客户互动，可以非常有效。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和建立关系。您计划如何与客户互动？我将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及时回复评论和消息。我还计划在我的网站上集成实时聊天功能，以提供及时支持并解决任何客户的疑问。你呢？您如何与客户互动？我发现向我的客户发送个性化的电子邮件和新闻简报，有助于保持他们的参与度。这是分享更新、独家优惠和有价值内容的好方法。另外，它表明你关心他们的需求。你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受众吗？是的，我已经根据他们的受众特征和兴趣确定了我的目标受众。通过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偏好，我可以定制我的营销信息，以有效地引起他们的共鸣。你呢？谁是你的目标受众？我的目标受众包括技术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是寻求创新解决方案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人。了解他们的痛点并提供解决方案很重要。您计划如何衡量您的客户获取成功率？我将跟踪网站流量、转化率和客户反馈等关键指标。通过分析这些指标，我可以评估我的营销工作的有效性，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改善客户获取。你呢？你如何衡量成功？除了你提到的指标外，我还监控客户留存率。重要的是，不仅要吸引新客户，还要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留住他们。回头客是成功的标志。您是否考虑过使用任何在线广告平台？是的，我计划利用谷歌广告和社交媒体广告等在线广告平台来吸引更多的受众。这些平台提供了定位选项，使我能够专注于特定的受众特征和兴趣。你呢？有在线广告方面的经验吗？我过去曾使用过在线广告，这可能是吸引大量受众并增加网站流量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制作吸引注意力并鼓励点击的引人入胜的广告内容非常重要。你也在计划任何线下营销策略吗？是的，我也相信线下营销的力量。我计划参加当地活动，分发传单，并与互补企业合作以扩大我的影响力。这是关于为潜在客户创建多个接触点。您如何与客户建立信任？建立信任至关重要。我专注于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
保持业务活动的透明度，并兑现我的承诺。建立良好的声誉并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非常重要。你如何处理客户反馈？客户的反馈很有价值。我积极鼓励客户提供反馈并听取他们的建议和疑虑。它可以帮助我改善我的产品和服务，并表明我重视他们的意见。你呢？你如何处理客户反馈？我的网站上有一个反馈表，客户可以在其中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经验。我确保及时确认他们的反馈，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一切都与持续改进有关。第14课：健身追踪乐趣。安娜你好，我最近开始使用健身追踪器来追踪我的锻炼和步数，非常有趣。你也会追踪自己的锻炼情况吗？你好，是的，我也会追踪自己的锻炼情况，这是监控我的进度并保持动力的好方法。你觉得健身追踪器中哪些功能最有用？步数和心率监测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功能，它可以帮助我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水平，并确保我在锻炼期间保持健康的心率。你呢？你依赖哪些功能？我发现睡眠追踪功能很有趣，它可以深入了解我的睡眠模式，并帮助我了解睡眠质量。为了保持整体健康，获得足够的休息很重要。你为自己设定了任何健身目标吗？是的，我设定健身目标是为了挑战自己，这可能是每天要完成的特定步数，也可以是锻炼的目标持续时间。设定目标可以让我保持动力和专注。你呢？你有健身目标吗？绝对可以。我设定了与力量训练和灵活性相关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增加我可以举起的重量，或提高我在某些瑜伽姿势下的灵活性。它给了我一些值得努力的地方。你如何保持实现健身目标的动力？为了保持动力，我发现跟踪我的进度并庆祝在此过程中取得的小成就很有帮助。它给了我一种成就感，鼓励我继续前进。你有什么策略可以保持动力吗？是的，我发现改变锻炼方式，尝试新的锻炼方式或健身课程很有动力。它使事情变得有趣并防止无聊。此外，我喜欢和朋友一起锻炼身体或参加团体健身课程以获得额外的动力。你参加过任何健身挑战赛吗？是的，我以前参加过健身挑战赛，他们是推动自己并保持责任的好方法。无论是踏步挑战还是特定的健身目标，它都会增加额外的兴奋感和动力。你呢？你尝试过任何健身挑战吗？我和同事一起参加了一次踏板挑战赛，我们组建了团队并竞争，看看谁能集体完成最多的步骤。这是一种互相鼓励和促进良性竞争的有趣方式。你在健身追踪器旁边使用任何健身应用程序吗？是的，我使用的健身应用程序可以与我的健身追踪器同步。它提供了更多的见解，使我能够跟踪自己的锻炼情况，设定目标，甚至参加虚拟健身课程。这是将我的所有健身数据放在一个地方的便捷方式。你呢？
有最喜欢的健身应用程序吗？我使用类似的健身应用程序，它有各种各样的锻炼计划和指导课程，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像我的口袋里有私人教练一样。你发现使用健身追踪器对你的整体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吗？绝对可以。使用健身追踪器时，我更加了解自己的日常活动水平，并鼓励我全天更加活跃。它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好工具。你注意到使用健身追踪器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吗？第15课，露营装备推荐。安娜你好，我正在计划一次露营旅行，需要一些露营装备推荐，你有什么建议吗？你好，当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首先，你需要一个易于搭建的坚固帐篷，找一款防水效果好、空间足够容纳团体的。你和多少人一起露营？这将是一个由4人组成的小组，因此，一个可以舒适的容纳4个人的帐篷将是理想的选择。你还推荐什么其他必备的露营装备？睡袋和睡垫是睡个好觉的必备条件。寻找适合预期温度的睡袋，并选择睡垫以增加舒适度和隔热性。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你还要找其他装备吗？我还需要一个可靠的露营炉来做饭，它应该便于携带，易于使用，并且具有良好的燃油效率。对露营炉有什么建议吗？我建议寻找使用丙烷或丁烷燃料的露营炉。Coleman 和 MSR 等品牌提供可靠的选择，适合各种烹饪需求。也别忘了打包炊具和餐具。那照明呢？好主意，我需要一些可靠的露营地照明选项，你有什么建议？前照灯非常适合免提照明，它们既实用又方便，尤其是在你需要在夜间四处走动时。此外，带1-2个灯笼可以为露营地提供环境照明。你考虑过露营椅吗？露营椅对于一些舒适的座位来说，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补充。在篝火旁有个地方放松身心，总是很不错的。我应该寻找任何特定的功能或品牌吗？寻找轻便、可折叠且耐用的露营椅。Helinox 和 REI 等品牌提供优质的露营椅，深受露营者的欢迎，确保它们也很舒服。还有其他露营装备需要推荐吗？是的，我正在寻找一款能在旅途中保持食物和饮料冷藏的好冷却器。它应该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并且能够承受户外条件。你有什么建议？Yeti 和 Coleman 以其高质量的冷却器而闻名。寻找隔热层厚且结构坚固的冷却器。根据旅行时长以及要储存的食物和饮料的数量，考虑所需的容量。你还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吗？我认为这涵盖了基本要素。感谢您的推荐，我现在感觉为露营旅行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我很感激你的帮助。第16课，钓鱼频率。嗨安娜，你打算多久去钓一次鱼？我一直在考虑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你好，
这听起来令人兴奋。我通常尝试每月至少去钓鱼一次，这是放松和享受大自然的好方法。你呢？你计划多久去一次？我想每隔几周去钓一次鱼。我想花足够的时间来提高我的技能并探索不同的钓鱼点。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你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首先，请确保您拥有合适的装备，例如适合您要钓鱼的钓竿、鱼线轮和钓具。其次，学习一些基本的钓鱼技巧，例如投掷和卷盘。最后，请耐心等待，享受这个过程。成为一名熟练的垂钓者需要时间。你决定要尝试的钓鱼类型了吗？谢谢你的提示。我计划从在湖泊和河流中进行淡水捕鱼开始，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你喜欢淡水钓鱼还是咸水钓鱼？淡水钓鱼和咸水钓鱼都有自己的魅力，但是我更喜欢淡水钓鱼，因为我更喜欢淡水钓鱼。有很多淡水物种可供捕捞，而且更安静一些。你考虑过获得钓鱼执照吗？是的，我知道大多数地方都需要钓鱼许可证。在我开始钓鱼之前，我一定要获得必要的许可证。遵守法规和尊重环境很重要。对寻找好钓点有什么建议吗？研究当地的钓鱼点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线论坛、钓鱼网站和当地钓鱼俱乐部可以提供有关您所在地区热门钓鱼点的宝贵信息。您也可以向经验丰富的垂钓者寻求建议。你想钓到什么样的鱼？我愿意捕捉不同的物种，但是我对钓鲈鱼和鳟鱼特别感兴趣。它们似乎既具有挑战性又令人兴奋。你有最喜欢的鱼要钓吗？我也喜欢钓鳟鱼，它们鲜艳的色彩和激烈的战斗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体验。此外，我发现钓鲶鱼很愉快，它们可以打一场精彩的战斗并长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你考虑过加入钓鱼俱乐部或团体吗？加入钓鱼俱乐部或团体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事情。这将是与其他垂钓者建立联系，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甚至可能参加钓鱼比赛的好方法。你对寻找钓鱼俱乐部有什么建议吗？当地的钓具商店或钓鱼用品商店通常有关该地区钓鱼俱乐部的信息，他们可以为您提供有关会员资格、活动的详细信息，甚至可以将您与其他垂钓者联系起来。值得一试。您通常如何为钓鱼之旅做准备？在为钓鱼旅行做准备时，我一定要带上防晒霜、驱虫剂、零食和大量水等必备物品。我还会查看天气预报并相应的着装。钓鱼时保持舒适和保护很重要。你有任何与钓鱼有关的仪式或迷信吗？第17课：邂逅野生动物。嗨安娜，我昨天去远足，太不可思议了。我看见了很多动物，这听起来很有趣。你在那里看到动物了吗？你好，太神奇了！在徒步旅行中看到野生动物总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是的，我在上次徒步旅行时发现了一只鹿和一群松鼠，太令人愉快了。
你还遇到了什么其他动物？真的很激动人心。我看见一只狐狸，几只兔子，甚至还有一只白头鹰在上面飞翔。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令人印象深刻。你在徒步旅行中遇到过任何稀有或外来动物吗？我还没有见过任何稀有或外来动物，但是我听过人们在某些地区发现黑熊、美洲狮甚至驼鹿的故事。在野外目睹如此雄伟的生物真是不可思议。你设法拍下动物的照片了吗？是的，我很幸运能拍到几张照片。在不打扰动物的情况下，保持足够近的距离始终是一项挑战，但我设法在安全距离内拍了几张照片。尊重它们的栖息地很重要。你曾经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过吗？我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有一次，在山上徒步时，我有一只好奇的花栗鼠接近我，希望能吃点零食，这很有趣。还有一次，我看见一条蛇在小径上滑行，保持谨慎并给动物留出空间很重要。你有负责任地观察野生动物的秘诀吗？绝对可以。负责任的观察野生动物对它们的福祉和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最好保持安全距离，使用双筒望远镜或变焦镜头近距离观察，避免接近或喂动物。尊重它们的自然行为是关键。你有没有考虑过野生动物摄影？野生动物摄影是我考虑过的事情，这是捕捉动物自然栖息地精华的绝佳方式。拍出完美镜头所需的耐心和技巧令人钦佩。对于对野生动物摄影感兴趣的初学者，你有什么建议吗？对于野生动物摄影的初学者，我建议从一款好的远摄镜头开始。它允许您从远处捕捉详细的镜头。耐心是关键，因为动物可能并不总是合作的。了解动物的行为和栖息地也可以帮助你预测它们的动作。你曾经参与过任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吗？我没有亲自参与过任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但我非常钦佩那些参与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举措致力于保护和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通过捐款或志愿服务支持它们是一种有意义的贡献方式。你学到了关于你遇到的动物的有趣事实吗？是的，我学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你知道吗？狐狸的听力非常好，这有助于它们在雪下找到猎物。而且白头鹰在潜水钓鱼时能达到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大自然充满了迷人的奇观。你希望将来能看到特定的动物吗？第18课，找到合适的尺寸。你好 Anna， 我需要一个新的徒步背包，但我想我需要一个大1号的背包。你有什么建议吗？你好，当然，让我看看我们是否有更大的尺码可供选择。拥有一款既能满足你需求又能舒适的携带所有必需品的背包很重要。你在寻找什么容量？我想我需要一个容量在40到50升左右的背包。我希望能够携带足够的装备和补给品来进行长途徒步旅行。关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尺码，你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选择背包时，请考虑徒步旅行的时间和通常携带的装备数量。较大的容量适合多日旅行，
而较小的容量足以进行一日游。试穿不同的背包以确保合身性也很重要。你找到更大的背包了吗？是的，我找到了一个容量为50升的背包，它的尺寸似乎适合我的需求。我会试一试，以确保它感觉舒适，并且能均匀地分配重量。你曾经遇到过背包尺寸问题吗？我有过使用过太小或太大的背包的经历。太小的背包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并限制您携带必要物品的能力。另一方面，太大的背包会让人感到笨重，失去平衡。找到合适的人很重要。除了尺寸，我还应该考虑哪些其他功能？除了尺寸，还要考虑背包的特点，例如口袋的数量和位置、压缩袋和通风系统。这些功能可以增强背包的功能，让您的徒步体验更加便捷。你找到符合你标准的背包了吗？是的，我找到了一个背包，里面有多个口袋，便于整理，压缩袋可以稳定负荷，还有一个网状背板可以透气。它似乎符合我的标准。我会试一试，看看当我把它和装备一起打包时会是什么感觉。你还有其他选择背包的建议吗？另一项建议是检查背包的耐用性和材料质量。由耐用材料制成的坚固背包可以承受徒步旅行的严酷考验，使用寿命更长。值得投资购买一款高品质的背包，它可以在你的冒险中为你提供良好的服务。徒步旅行还需要什么吗？我想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徒步旅行所需的一切。我有我的新背包、登山靴和其他必备装备。我已经准备好上路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提问。你兴奋地尝试一下你的新背包吗？我很高兴能尝试我的新背包，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所有的装备都装起来，开始一次充满挑战的徒步旅行。拥有合适的设备很重要。第19课，明智的消费。嗨，安娜，我最近一直在努力省钱，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花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你对如何削减有什么建议吗？你好，这是一项很棒的举措。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是省钱的明智方法。一个技巧是跟踪支出并确定可以进行调整的领域。你注意到任何可以减少的具体费用了吗？是的，我意识到我花了很多钱在外出就餐上。我喜欢尝试新餐厅，但这给我的预算造成了损失。我想我需要开始更多的在家做饭。你对经济实惠又美味的家常饭有什么建议吗？在家做饭是省钱的好方法。你可以尝试使用新鲜食材准备简单的饭菜。网上有许多经济实惠的食谱，既营养又美味。这也是发展烹饪技能的绝佳机会。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可以削减的领域？我发现的另一个领域是冲动购物。有时候我会一时兴起买东西，而实际上并不需要它们。我认为我应该更加注意我的购买，只购买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您是否曾经为冲动购买而苦苦挣扎？我能理解，冲动购买可能很诱人，尤其是在线购物如此便捷的情况下。克服这个问题的一种策略是创建购物清单并坚持下去。
在购买之前，请花点时间来评估这是必需品还是可以不用的东西。你有没有尝试过任何遏制冲动购买的技巧？是的，我已经开始实施一种叫做24小时规则的技术。每当我有冲动购买东西的冲动时，我都会等待24小时。如果在那之后我还想要它，我会重新考虑购买。它可以帮助我区分冲动的欲望和真正的需求。对于明智的消费，你还有其他小贴士可以分享吗？另一个提示是查看您的订阅和会员资格。有时我们会忘记不再使用或需要的经常性费用。查看您的订阅并取消任何不必要的订阅，这是腾出一些额外现金的简单方法。你最近审核过订阅了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查看我的订阅了，但我一定会试一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累积订阅量而忘记它们。我敢肯定，有些东西我可以放手存点钱。谢谢你的提醒。你还有其他省钱的想法吗？另一个想法是探索免费或低成本的娱乐选择。与其将钱花在昂贵的郊游上，不如寻找提供免费或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的当地活动、公园或社区活动。这是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享受乐趣的好方法。你在你所在的地区发现了任何有趣的免费活动吗？我没有探索过很多免费活动，但我一定会开始寻找的。这是在不花太多钱的情况下享受休闲时光的绝佳方式。我很感激你分享的所有省钱技巧，我很高兴能将其付诸实施，并看到它们对我的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